陈野，今天你必须把青菜收购价再涨2毛，不然我们全村都不给你供货。婶子，我给你们的收购价已经高于市场价，还要涨，城里超市定价根本扛不住。就是你赚那么多钱，多给我们点怎么了？是啊，涨点吧。你就是黑心，靠着我们全村种菜赚钱，还抠抠搜搜，不涨价我们集体断供。我给你们找冷链、跑商超、垫运费，一分风险都是我担着，你们凭什么这么逼我？风险是你的事儿，我们只要多赚钱，今天不涨价，这事儿没完。你们非要逼我涨价是吧？怎么，你还敢不收？离了你，我们照样卖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不讲理，那我直接停止收购。乡亲们，我们统一涨价，逼他妥协，他离了我们根本做不成生意。城里超市合同定死了价格，我要是涨价就要赔几十万违约金，我真的扛不住。违约金？谁信啊？你就是不想多给我们赚钱，就是找借口，我们才不管什么合同。哼！我最后说一次，不取消涨价，我立刻停止收购。你断啊！我看你敢不敢？不敢的，吓唬人呐！既然你们非要逼我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装模作样，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！消息发出去了，供货彻底终止，以后你们全村的蔬菜都不会有人再收购了。什么？陈野，你不能这么做啊！你不能这么做啊！陈野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就因为这点事儿，你真的停了？你跟我们置什么气？我不是赌气，是你们逼我的。王婶儿，你别激动啊！我们村上千斤蔬菜，还怕卖不出去？离了你陈野，我们找别的收购商。周边收购商早就被商超垄断，你们去哪儿找？总有办法的，你别吓唬我们。王婶儿，要不咱们别逼太紧了，陈野路子广，真断了我们吃亏呀。你怕什么？他一个年轻人还能拿捏我们全村？我不仅停止收购，所有冷链车、商超对接渠道，我全部撤回。冷链渠道都没了。你们种的青菜、生菜，保鲜期只有3天，高温天2天就烂，你们耗得起？我们低价甩卖，地头低价甩卖，你们姨的既辛苦全部白费。陈野，你别得意，等你做不下去商超生意，迟早跪着回来求我们种菜。不会有那一天。今天必须把这些菜卖出去，不能烂在家里。王婶儿，我家菜全摘好了，现在去哪儿找收购商啊？我刚才联系了3个收购商，一听是我们村的菜，全都拒绝了。李老板，收菜吗？我们村大量新鲜青菜。怎么了？对方不收吗？完了，周边所有收购商都不敢收我们的菜，为什么啊？我们菜又不差。都怪我们，当初非要逼陈野涨价。要不我们自己拉去城里摆摊卖，薄利多销。摆摊儿，城里产位费、运费都是钱呐。就算摆摊儿，上千斤菜我们根本卖不完。才半天，菜就开始蔫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都是我们起早贪黑种的菜呀！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听王婶儿的，非要逼陈野。都是你，是你带头非要涨价。现在好了，当初你们不都同意了吗？凭什么怪我一个？就是都怪你！怪你！就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！1年的心血全都要打水漂了。
这可怎么办呀？都怪我，非要贪那点小便宜。明天一早，我们所有人进城去找陈野。王婶儿，你要我们去求陈野？不求他，我们真的不下去了。曾经嚣张跋扈逼迫男主涨价的全村人，如今放下所有脸面，即将集体进城卑微求人。可心已经凉透的陈野会原谅他们吗？都给我放低姿态！今天必须求陈野原谅我们。这辈子都这没丢人过，可没办法，为了菜只能低头。快，公交来了，别迟到了。要是当初不那么贪心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我家孩子学费全指望这些菜，现在全毁了。都怪我们太自私，对不起陈爷啊！大哥，麻烦你通融一下，我们找陈野有急事求他。对不起，里面是工作区域，不能随便进去，你们等陈总出来吧。小哥，我们真的有急事儿，再晚我们的菜就全烂了。陈野，你等等，我们求你了！别碰我，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说的。陈野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带头逼你涨价，求你回来收我们的菜吧。陈爷，我们都错了，求你发善心，救我们吧。陈野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村里的菜已经烂了一大半，再不收，我们1年的心血就全没了。当初你们逼我涨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是我们贪心，是我们不懂事，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跟你讲条件了。你们自己看，商超合同定死了价格，我要是涨价就要赔50万违约金，你们谁来承担？50万，这么多？我们不知道要赔这么多次啊！当初你们只想着自己多赚钱，从来没想过我的难处，现在才知道后悔，晚了吗？陈野，求你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以后一定听你的。收菜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陈野，你说，不管什么条件，我们都答应你，只要你肯收我们的菜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收购价按市场价的1半算。1半？陈爷，这也太低了，我们根本亏大了。要么接受，要么你们就自己想办法，我不强求。1半？这要是按1半算，我们这一季白干就算了，还要倒贴成本。王婶儿，按1半算，我们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，还能怎么办？至少能收回一点。好，我们答应你，按市场价1半算，求你现在就安排人去收菜。答应就好，我会安排冷链车明天一早去村里收菜。陈野，求你了，等这次过去后，你恢复正常收购价好不好？我们以后一定听你的，再也不贪心了。以后的收购价看你们的表现，现在别再跟我讲条件。还有第2个条件，签合同，合同里明确约定，蔬菜质量必须达标，不新鲜有腐烂的我一概不收，还要承担违约责任。合同还要违责任？我们以前不都是口头约定吗？口头约定，上次你们反悔涨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口头约定？这次必须签合同，避免再出麻烦。这也是给你们一个教训，让你们懂什么是规则。陈爷，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你这合同里不会设陷阱霸王条款吧？就想跟外面要一心修商价，合同里只有质量领标准、交货时间和围热责任，没有任何霸王条款，所有条款都公平公正。陈爷，是我们小人之心度，我不想欺负你们记你们，做生意要讲诚意守规则，当初是你们先破坏了规则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王婶儿，别哭了，签字吧，这都是我们自己选的，以后再也不贪心了。我签，我以后再也不带挑事儿了，再也别不贪小便宜了。合同我收好了，明天一早7点，我的冷链车会去村里收菜。好，我们一定提前把菜整理好，把烂的、蔫的都挑出来，保证质量达标。是啊，陈爷，我们一定好好挑菜，再也不糊弄你了，以后一定守规矩、讲诚信。最好是这样，要是明天我发现菜的质量不达标，你们就自己承担所有损失。陈爷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真是救了我们全村人，以后我们一定听你的。王婶儿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你不会反悔了吧？我不烦，你要记住，当初你带头逼我涨价、辱骂我的样子，我没忘。明天收菜，我会亲自去村里。陈野说要亲自去村里收菜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不会是故意刁难我们吧？不好说啊，当初我们把他逼得那么紧，他亲自去，我们一点差错都不能有。那我们可得把菜挑仔细点，不能让他找到任何借口，不然我们就真的没救了。都记住，把所有菜都重新挑一遍，烂的、蔫的、有虫眼的全部扔掉，绝对不能糊弄陈野。都给我仔细点，一片烂叶都不能有。陈野可是要亲自来检查的。知道了，王婶儿，我都挑3遍了，绝对没有烂叶，就怕有一点疏忽被陈野挑出来。
这太阳太毒了，菜要是再放一天，肯定又要烂一批。还好陈爷明天就来收。明天陈爷来收菜，你们两个一定要带头做好表率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王婶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带头做好，绝对不让陈爷找到任何问题。是啊，王婶，我们现在只能听陈爷的，只要能把菜卖出去，怎么着都行。我就是怕，就算我们把菜挑干净了，他还是会故意刁难我们。毕竟当初我们做的太过分了。终于挑完了，每一片都检查过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了。是啊，这么新鲜的菜，陈爷应该不会挑出毛病来。只要能顺利卖出去，我们就安心了。希望如此吧，就怕陈爷还在记恨我们，故意找借口不收我们的菜。明天陈爷要亲自来村里收菜，我心里一直没底，就怕他故意刁难我们。毕竟当初是我们不对。别担心，我们已经把菜挑得干干净净，也签了合同，他没有理由刁难我们。再说，他要是真不收，损失的还是他自己。事已至此，后悔也没用，以后好好跟陈爷合作，守规矩，讲诚信，就不会再出这种事了。怎么还没来啊？天这么冷，不会是陈爷反悔了吧？别瞎说，陈爷说话算话，应该是快到了，我们再等等。来了来了，应该是冷链车来了。陈爷，你可来了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你快看看。是啊，陈爷，我们连夜把菜挑好了，你放心检查。千万别出问题，千万别出问题。哼，这就是你们挑好的菜。我说的质量达标是无泥、无虫眼、无粘液，你们这根部全是泥，还有虫眼。怎么会？我们明明挑了好几遍，虫眼这么小，我们没看出来啊！真的有虫眼，还有泥土，这可怎么办啊，陈爷？合同写的清清楚楚，质量不达标，我有权拒收。陈爷，我求你了，就通融这一次。当初你们逼我涨价，不讲规则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通融二字？我们错了，以后一定严格把控，这次求你收下吧。陈爷，给我们1个小时，我们全村人现场返工，把泥土冲干净，虫眼、菜叶全部摘掉。我们现在就干，保证全部达标。好，就1小时，超时依旧拒收。大家动作快一点，1个小时时间不多，千万别耽误。这次一定仔细，再也不能出错了。大家加把劲儿，保住这批菜，我们就有活路了。这就是不守规则该付出的代价。陈爷，1个小时到了，全部清理完毕，你再检查一遍。可以装车了，清点数量，按合同结算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保住了！大家快点搬，总算能卖出去了。这只是暂时的和解，教训必须刻进他们心里。总金额核算完毕，已全额转账到你账户，按人头分发给村民。只有这么点儿，我们1年辛苦就换来这些，总比烂在地里好，我们认了。记住这次亏损，这就是贪婪不守规则的代价。陈爷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全村，我们一辈子都记着这次教训。不必谢我，我只是按规则做事。下次再贪心违约，我不会再给你们任何机会。1年到头的辛苦，最后就只换来这么一点钱。早知道当初安安稳稳卖菜，也不用亏这么多，都怪我们太贪心了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再也不敢乱来了。全村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贪心和短视终究害了自己。钱不多，大家都拿着，这次亏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这点钱连肥料钱都快不够了，亏了就亏了，至少没有烂在地里，就算万幸了。王婶儿，我想明白了，我们只要踏实跟着干，就稳赚，再也不贪心了。都怪我，是我带头挑事儿，害了大家，我对不起全村人。也不能全怪你，我们大家都跟风了，现在醒悟还来得及。这一次，总算让他们长长记性了。做生意最忌贪心短视，今天只是第一课。能醒悟，也算没有白受这次教训。知错能改是好事，后续长期合作全看你们表现。太好了，陈也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以后有稳定销路了。只要能长期合作，我们踏实做事，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。这一刻，全村人灰暗的生活重新燃起光亮。乡亲们，
陈野愿意继续和我们长期合作，但是我们必须守规矩，不能再犯错。我们一定听话，绝不贪心，绝不违约。对，绝不违约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投涨价、挑事儿，就是和全村人为敌。只要我们齐心，跟着陈野好好干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我们愿意高价收购你们的蔬菜。各位乡亲，我是隔壁村做蔬菜收购的，今天特意过来聊聊生意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固定跟陈野长期合作了。别急着拒绝，我给的价格可比陈野高得多。陈野现在给你们的是半价，我直接按正常价再涨30%，现款现合同，不挑质量。30%，那可比之前赚的还多。别乱说话，我们签了合同的。巨大的利益诱惑狠狠冲击着全村人的底线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全村已经和陈野签了正式合同，绝对不能违约。合同？就一个年轻人的合同，真能拿你们全村怎么样？30%的价格实在太诱人了。这是啊，一个小年轻能有多大本事？陈野的商超生意不稳定，哪天倒闭了，你们还是没销路。跟着我天天收，年年收。对啊，跟着李老板，我们赚的更多，还不用受陈野的气。大家醒醒，上次涨价的教训还不够吗？不能再贪心了。李老板，我们要是偷偷卖给你，陈野真的不会追究我们吗？放心，他一个年轻人能闹出什么风浪？出了事儿我担着。能多赚钱，冒一次险又如何？一个背叛的念头在暗处悄悄生根。想赚钱的，私下联系我，3天后我来收，价格绝不反悔。你们不许接，谁接就是害全村。哼。你们忘了吗？上次贪心涨价，我们亏了一半，这次违约赔得起几十万违约金吗？那是上次，这次不一样，李老板给的钱多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教训还没过去几天，大家又要重蹈覆辙。大家悄悄卖，别让王婶知道，赚到钱才是正道理。看来教训还是不够深刻。刚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转头就想违约，真是本性难移。合同写得清清楚楚，单方面违约需赔付总交易额3倍违约金。这一次绝不留情。王律师，我这边合作的村庄村民预谋单方面违约，我想走正式追责流权。陈总，合同具备法律效力，只要能掌握对方私下交易证据，可直接起诉，赔付3倍违约金。好，证据我会尽快收集。哼，善良在贪婪面前真是一文不值。大家记住，后天凌晨摘菜，天亮前偷偷卖给李哥，千万别让王婶和李大伯发现。放心，我们神不知鬼不觉，卖完拿钱就行。谁敢泄密，就是断我们财路，全村都容不下的。完了，我们怎么劝都没用，他们铁了心要违约。是我害了大家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给任何侥幸的机会。贪婪不根治，永远会重蹈覆辙。你们来是想告诉我村民的计划吧？对不起，是我们管不住大家，他们非要偷偷卖给邻村商贩。求你再原谅他们一次，我们一定严加管教。合同受法律保护，我必须追责，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。3倍，那可是几十万，我们全村都赔不起啊！这下真的闯下滔天大祸了。当初签合同就该明白违约要付出代价。不好，李哥来了！哼，来得正好，人赃并获，证据确凿，全村的命运即将在这一刻彻底定局。陈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来，怎么能看到你偷偷挖我供货渠道的好戏？陈总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就是来串门的。误会？要不要我把你蛊惑村民违约的话再给你复述一遍？就算我蛊惑又怎么样？你给的价格那么低，村民跟着你只能吃亏，赚大钱。你不签合同，不挑质量，收了菜转头就压价，真当村民是傻子？我没有，我是真心给村民高价。真心？去年你坑了隔壁村村民，卷走菜款跑路，需要我把证据交给警方吗？快点，李哥应该到了，卖完我们就能拿钱了。陈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你们怎么就不听劝啊？乡亲们，陈爷给的收购价太低了，咱们把菜卖给我，我给你们证据都在，你们立刻把菜拉回去，我可以不追究这次责任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贪心，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错了，求你别让我们赔违约金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以后再敢违约，我绝不手软。快走，别被他缠住。想走？他人违约破坏合作，你以为你能跑掉？你别太过分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没你好果子吃。我已经联系警方了，你坑害村民的账，我们好好算一算。陈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有人涉嫌违约诈骗，麻烦配合调查。我没有诈骗，是他们自愿的。陈爷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一定严格守合同，再也不贪心了。我可以继续和你们合作，但必须严格按合同来。我们一定守合同，讲诚信，再也不贪心，不违约了。以后我们跟着陈爷好好干，肯定能越来越好。喂，张总，怎么了？陈总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最坏的情况还是来了。陈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不会吧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稳住合作，怎么又出问题了？商超总部采购模式大改，以后只收有机精品蔬菜，普通青菜收购量砍半，价格还要再下调。砍半还要降价，那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？我们世代种普通蔬菜，哪里懂什么有机种植？我们好不容易改了贪心的毛病，怎么还是要被抛弃？种什么都没用。大家别灰心，陈爷一定有办法的。我不会丢下你们。商超要有机菜，那我们就种有机菜。陈爷，你愿意留下来教我们种有机菜？我免费提供种子、技术，对接有机认证，帮你们打造精品蔬菜品牌。我们不用再拼低价走量，做精品有机菜，双超收购价直接翻1倍，利润比以前更高。翻1倍，那比我们以前贪心涨价赚的还多。陈爷，以前是我们不懂事儿，你还愿意这么帮我们，我们这辈子都报答不完。今天我代表全村立誓，以后我们绝不贪心，踏踏实实种好每一颗菜，踏实做事，坚守诚信，长久合作。只要大家心齐，守规矩，好日子一定会来。你看这菜长得多好，比以前普通菜品质高太多了。品质完全达标，这批有机菜商超全部高价收购。以前贪心想赚快钱，现在踏实做事，赚得更多，心里更踏实。有机菜绝对不能用化肥农药，必须人工除草、粪便堆肥，品质才能达标。你们忘了，有机认证只要减除化肥，全村资格直接作废，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。就撒一点点，没人能发现，长得快还能多卖钱。你们不长记性，刚改了贪心，又开始投机取巧。我年纪大，不怕累，以后我带头人工除草。有机种植拼的就是耐心和良心，投机取巧永远走不远。我也怕累，以后一定踏实干活，绝不投机取巧。对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这活太累了，天天晒太阳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早知道这么累，还不如继续种普通菜，至少轻松。苦一时，富长久。现在累点儿，以后赚的钱翻1倍。我知道大家辛苦，从今天起，参与有机种植的村民每天发放务工补贴，防晒物资我统一采购。还有补贴，陈也真是处处为我们着想。补贴我给，但品质底线一丝一毫都不能妥协。以前总想走捷径赚快钱，现在才知道踏实干活才最安稳。我差点又毁了全村，以后一定踏踏实实，绝不犯错。跟着陈爷走精品路线，守住良心，我们村以后只会越来越富。经理，我们村有机种植全面铺开，严格零化肥、零农药，品质绝对达标。品质我放心，后续我们可以打造区域专属有机蔬菜品牌，长期深度绑定。太好了，我一定严格把控品质，不辜负商超信任。听说他们种有机菜赚大钱了，我们也想跟着陈野干，不能让他做大，必须想办法搞破坏。大家别买他村的有机菜，他们表面不打药，背地里偷偷打违禁农药。真的假的？
要是打药，那有机菜就是骗人的。你胡说！我们全程人工除草，根本没打药。不好了，邻村商贩在集市造谣，说我们的有机菜偷偷打药。完了，我们辛辛苦苦种的菜，要是被造谣毁了，一切都白费了。这群人太恶毒了，见不得我们好，故意造谣毁我们。走，我们去集市跟他们对峙，撕烂他们的嘴。吵架没用，只会坐使我们心虚，要用证据反击，让谣言不攻自破。我们都是农民，哪里懂什么证据？我早就让市里的质检部门对咱们的蔬菜做了品质检测，收购点的监控也是全程覆盖。我就不信，还怕他们造谣？我在菜园装了全程监控，每天24小时直播种植过程，所有人都能看。这是每周1次的3方检测报告，商超、市场监管都认可。陈爷想得太周全了，早就料到有人会造谣。他们的谎言被拆穿了，只能想办法弥补损失。大家请看，全程监控加权威检测，零农药零化肥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原来是你故意造谣，太缺德了！恶意造谣、诋毁农产品，涉嫌不正当竞争，予以警告罚款。来20斤，我也来10斤。品质这么靠谱，以后我家买菜就趁准你们村儿。谣言不仅没毁掉我们，还帮我们打响名去了。一场恶意造谣，反而让全村有机菜彻底出圈。以前我们只盯着眼前小利，现在才懂，格局大了，路才会宽。别人越想打压，我们越要做好自己。实力永远胜过算计，诚信和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护红符。以后我们不光自己做好，还要带动更多村庄踏实做事。陈总，求你带领我们一起种有机菜，带动整个乡镇致富。陈总，我们各村资源充足，只要你牵头带技术带渠道，整个乡镇都能一起致富。我们全力支持，愿意把种植经验分享给所有村庄。我可以牵头打造乡镇产业带，但所有人必须签统一合同，坚守有机底线。违约永久拉黑。我们答应严格遵守规矩，绝不投机取巧。我们村吃过贪心的亏，希望大家以我们为戒。乡镇发展蓝图正式启动，我们统一采购种子，统一技术指导，统一第三方检测，打通全国商超渠道。这个项目利农利民，全力支持。一定要人工除草，严格把控，品质决定我们的销路。以前我们犯过错，现在把教训分享给大家，少走弯路。谢谢你们愿意真心带我们致富。现在我们具备规模化供货能力，可稳定供应全国各大商超，品质稳定，规模出足。我们直接扩大全国供货渠道，24小时恒温保鲜，全程溯源，品质可控。我们的乡镇有机蔬菜产业正式走向全国。规模这么大，偷偷撒点化肥，长得快，还能多赚钱。没人发现，只要你们带头，其他人跟着效仿，就能拿捏陈野。好，我们今晚就动手。夕阳之下，巨大的利益诱惑正在侵蚀刚刚建立的诚信体系。陈总，王家村2名村民正在偷偷使用化肥，已经全程录像。规模做大了，贪心果然还是藏不住，绝不允许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。证据确凿，按合同，该村庄永久踢出合作社。你不近人情，凭什么毁掉我们全村的希望？我们辛辛苦苦种地，就犯了一次错，你就要毁掉我们全村？我们村贪心违约，差点全村做破产，你们非要重蹈覆辙吗？他就是想拿捏我们所有人，不能听他的，不能听他的，不能听他的。大家看，这是我们村当初贪心涨价的证据，亏损一半，差点赔光。原来不守规矩，代价这么大。我也犯过错，差点万劫不复啊！真正害你们的是这个一直在背后挑事的人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涉嫌恶意煽动不正当竞争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们错了，被人挑唆贪心犯错，求陈总从轻处罚，不能纵容，不然我们所有人的心血都白费。知错能改，给予1次观察机会，但处罚绝不免除，扣除当年分红，全村公开检讨，观察1年，再决定是否保留资格。从今往后，全程公开，全员监督，违规零容忍，谁破坏产业，谁被永久淘汰。坚守诚信，守住品质，共同致富。我们村永远带头坚守诚信底线。以前1年辛苦勉强糊口，现在跟着合作社，收入直接翻3倍，品质全国一流。我们签订10年长期供货合同。贪心换一时，诚信付一生，这话太对了。
感谢陈爷以诚信带动全镇产业，实现共同富裕。不是我厉害，是大家守住了诚信，守住了本心。谢谢陈爷带领我们致富。更大的舞台，更大的责任，无论走多远，诚信为本，不忘初心，永远伴随财富的增长。当事业走向全国，面对更大的利益、更复杂的人心，陈野还能守住初心吗？贪婪与诚信的终极对决是否会再次上演？陈总，你的模式成熟，品质过硬，我们希望你打造全国示范基地，扶持资金渠道全部倾斜。我们乡镇真的要走向全国了。全国范围，利益诱惑会成倍放大，人心更难把控。我们计划3年覆盖5省，上万户农户，打造全国有机蔬菜标杆品牌。小规模乡镇尚且有人贪心，全国农户如何守住诚信底线？我们有全国溯源系统，法务团队全程兜底。机遇是全国致富，风险是人心失控。一旦崩盘，我们现在的安稳也会失去。我们信你，你带我们从小康走向富足，也能带我们走向全国。只要守住诚信，多大的风浪我们都一起扛。所有加盟农户必须签署终身诚信协议，违规终身拉黑，纳入农业失信名单。底线思维非常重要，只有严苛规则才能守住全国品牌，条款严谨，具备全国法律效力，可震慑所有投机者。以诚信立根，以品质立业，带动全国农户共同富裕。一个乡镇的逆袭故事开始走向全国。全国多地菜园陆续落地，诚信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。全国订单翻倍，农户平均收入提升2.8倍，无重大违规事件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守住诚信，踏实干活，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。人心本善，只是需要警醒与教化。一个人的醒悟带动一村，一村带动一镇，一镇带动全国。